萧少爷，老爷子临终前留下遗嘱，想要继承萧氏，您必须得完成一些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顾家已是老太太的亲孙女顾清月，最近刚被找回顾家，老爷子希望您能娶她进门。顾老太太，我爷爷惦记了一辈子的那个女人，就是因为她，我奶奶和她结婚了几十年，从未得到半点关爱。我娶谁都可以，唯独不能娶顾老太太的后代。如果您和顾小姐不愿联姻，老爷子的遗嘱里还有另一个选择。是什么？您需要帮助顾清月成为顾氏继承人。如果她听话，我可以帮。可是少爷，选择权在顾清月那边。什么？而且，老爷子担心顾小姐在顾家受委屈，临终前安排管家接顾小姐来萧家住。姐姐，我知道，我占了你顾家大小姐的身份，你肯定很讨厌我。可是被包做这件事情，我也是受害者呀！我求求你，不要赶我走好不好？我真的很舍不得爸爸妈妈。顾言，过了20年穷苦日子的人是我，你在这儿哭什么？顾清月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一点教养都没有！我提醒你啊，就算你是我亲生女儿，你这一副乡下人的穷酸样，当顾氏千金也是不够格的。我没有教养。好。顾清月，你干什么呢？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挚教养。顾清月，你给我滚！没有你这么疯的女儿！你就想吃我，我还不想认你呢！再踏进来一步就是狗！草率了大意的冲动了。顾家这么有钱，我就算走，也该讹一笔钱把他关起来走吧。曾经有一次报复的机会摆在我面前，我没有珍惜，等到逝去之后再追悔莫及。恕我上天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顾清月小姐，您奶奶的故友萧先生临终前给您留下了一份遗产，希望您能来萧家接收一下。请问您现在方便吗？报复的机会，萧来了。你是说萧老先生留给我的礼物？是让我嫁给他的孙子萧昭野，或者是让他帮我继承顾氏。是的，顾小姐，这把钥匙还请您保管好，老爷子交代过，等萧昭野实现承诺时，您再交给他。这把钥匙很重要吗？非常重要。管家，是谁允许你私自带外人回家？顾老先生仗义啊，竟然把这么帅的孙子都送给我了。不过可惜了，不打算接受包办婚姻。这就是顾清月，这张脸，难怪爷爷惦记了顾老太太一辈子。但我跟爷爷不一样，我绝对不会跟她在一起。少爷，这是顾小姐，带她过来是老爷子的意思。你是不是忘了？现在萧家我才是主人。唉，看来萧大少爷不是很欢迎我。既然这样，那我还是走吧。
在临终前把萧氏保险箱的钥匙给了顾小姐。如果不留下它，萧氏的机密他可能随时转移出去。金钥匙，爷爷，他上辈子是救了你的命，你连萧氏命脉都能给他。顾小姐，怎么了？还有事吗？我想了下，既然是我爷爷同意的，那我觉得你可以留在萧氏。是吗？那我还真是谢谢你，但我现在不想住。等等，大少爷，不管你还想再说什么，我都不想听了。拜。顾小姐，你难道就不想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吗？你的情况我都调查清楚了，你本来是顾家的千金，但是从小锦衣玉食，被当成公主一样捧着的却是顾言。你回到顾家以后，被顾家当流浪狗一样的赶出来，难道这一切你就不怨吗？我当然愿意。顾言是偷走我人生的小偷，如果能夺回我的一切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但你应该很清楚，现在能帮你的只有我。现在坐下，我们好好聊聊。好啊，那我们结婚吧。什么？好啦，吓唬你。我最讨厌包办婚姻，在我看来，让两个不认识的人结婚，就跟拉两只畜生强行配对没什么区别。这方面，我们倒是能达成一致。那你打算怎么帮我夺回顾氏继承权？我已经想好了，顾氏现在的掌权人是顾老爷子，所以你父母不喜欢你并不重要，你只要讨好老爷子的欢心就好。那我该怎么做？管家，联系劳伦斯，把我订的东西送过来。是。这些都是当季时装最新款。明天是顾老爷子的寿宴，我会帮你在寿宴上惊艳亮相，给圈子里的人一次深刻的第一印象。其他的只要你听我的，我会帮你在顾家站稳脚跟。你放心，只要你打顾言的脸，我绝对配合你。其实，如果你信任我，这把钥匙，在我成功夺回继承权之前，你休想提前拿走金钥匙。那算了，今天时间也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。好吧。对了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晚上不要进入我的房间，我精神有点问题，夜里会失控变成另一个人。我不是不信守承诺的人，你不用为了防我编这些话。信不信由你。管家，哎，能帮我准备一捆粗绳子吗？出绳？对，要结实，怎么挣扎都不断的那种。好的。顾小姐，这个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管家。装的还挺像。萧氏的金钥匙放在他手上，太不合适了。趁他睡着的时候下手，的确是最省事儿的办法。做小人，那就做小人。为了防止我偷拿钥匙，把自己捆成粽子。顾清月，你真行。来都来了，不管怎么样，
我都得拿回钥匙。醒了，还好，只是翻身，就差一点了，千万别醒啊！顾总，对不起，这把钥匙对萧氏实在太重要，我也是万不得已。不过你放心，就算没有这把钥匙，我也会遵守承诺，帮你夺回顾氏。 清月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反悔了是不是？你想跟我结婚？原来刚才只是意外。不对。 人在梦游的时候是没有意识的，那我这个时候下手岂不是更好？清月，你到底是真梦游还是装梦游 ？Double kill！ 我昨晚这是被他砸晕了。趁他醒之前，我得赶紧走，否则我为什么躺在这一夜的事儿就解释不清了。萧兆野，萧兆野，萧少爷，你为什么会在我房间？如果我说我是进来看你拿绳子干什么，你信吗？信你个鬼！连山说你，我没有，反倒是你。我是，难道我还能占你便宜不成？行了，我是进来拿钥匙的，结果进来碰见你梦游，挨了你一拳，又被你砸晕了当肉垫，没有别的了。好，萧少爷，顾小姐，您这是少爷啊，不好意思打扰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哎，好，少爷，顾小姐，我只是来提醒一下，顾老爷子的宴会快开始了，你们最好尽快出发。来不及了，快拿身衣服在车里换。回头再找你算账。别废话，快走。爷爷，您来啦！顾风啊，你不是说我的亲孙女找到了吗？清月她人呢？爸，清月那孩子昨天赵锦和小妍见过了，说是没什么教养，没说两句话就摔桌子砸碗了，实在不像话。所以今天我就没让他过来。是这样的吗？是啊，爸。清月她从小跟着乡下人长大，一身的坏毛病，又没见过什么世面，这种场合就算让她来，她也不敢出来露面。谁说我不敢露面了？千羽，像，太像，这孩子简直跟他奶奶长得一模一样。爷爷，
好啊，好孩子。昨天是谁说的？再踏入顾家一步，他就是狗来着。我为什么不能踏进顾家？明明我才是顾家的亲生孩子，你抢走了我的位置，还想把我赶出家门，这是什么道理？顾言，注意你的态度。秦月才刚刚回来，你就排挤他？你在顾家20年，规矩和礼仪学到哪里去了啊？我没有。顾可，赵姐，这秦月这孩子好得很嘛，哪里像你们说的那么差劲呢？我可提醒你们俩，为人父母，心可不能太偏了啊。秦月，愿不愿意和爷爷一起到楼下去招待宾客？我愿意。好，真不愧是我们顾家的孩子，生来就撑得起场面。走，我要在所有人面前宣布你的身份。爷爷放心，我绝对不会给你丢脸的。诸位，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寿宴。今天我要向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个人，那就是我的亲孙女顾清月。这么一打扮，倒是挺唬人的。这位就是顾家的真千金啊，长得可真漂亮。是啊，清月，这是你奶奶生前最喜欢的曲子。来，你和爷爷一起跳今天的开场舞。啊？我们乡长我不会跳舞，我当众助长人了，老爷子不高兴，那我继承顾家的事情不就黄了？我来上班吧。怎么了？没事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完了完了，这家伙出丑了。快放音乐。爷爷，怎么了？这曲子，我这一块老骨头就跳不动了。还好还好，逃过一劫。清月，今天的开场舞就由你来替爷爷跳吧。这会上来了很多青年才俊，你就挑一位做舞伴，好吧？啊！去吧，去吧。放心，我安排了5季最好的兄弟带你，只管往前走。好。你帮我？对，一圈，屈膝，弯腰行礼。好。哎，谁呢？
早就说了，这顾清月在乡下长大，根本就不适合出席这种场合。看吧，果然出丑了。哎呀，真是丢死人了！这下恐怕没人敢跟姐姐跳舞了吧？今天可是爷爷的寿宴，姐姐却把开场给搞砸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住口！是我决定让秦月跳舞的，哪轮得到你们在这里指手画脚的？还是得我自己来。萧少爷，我记得萧少爷不是最讨厌跳舞的吗？就是啊，他怎么主动去帮顾清月啊？萧少辛苦。心不苦，命苦。萧昭野，之前我千方百计讨好他，他连正眼都没有看过我，更别说和我跳舞了。他怎么会对顾清月那么特别呀？看来顾氏和萧氏的婚约有望如约履行了。不错不错，你们俩站在一起啊，可真是郎才女貌啊！少爷，这不知不觉你也到了成家的年纪了啊！顾爷爷，我还有事儿，就先失陪了。爷爷，我也先过去一下。啊，去吧去吧，你们年轻人呀，就是要在一起多交流交流啊！去吧去吧。萧少爷，你去哪儿？找人算账，在这。他这是要教训刚刚那个放我鸽子的家伙。占星，看看你干的好事，不是说好了吗？你代替我跟他联姻，帮他在顾家壮大声势，你躲什么呀？萧哥，我答应跟顾清月联姻的时候，也不知道他这么奇葩呀。我只是和他跳个舞，他给我当众磕头，这哪来的小封建啊？要是我真跟他结了婚，生个女儿，是不是还得裹小脚啊？萧昭野，你帮我的方式就是不经我允许帮我拉郎配。我明明说过，我身边最恨的就是别人包办婚姻。你想什么呢？谁让你跟他结婚了？我只是让你帮我跟他订婚，装装样子，等他拿到继承权你就撤。哼，还算你有点良心。不行不行，萧哥，我和他不搭的，我应付不来。你还是不是我兄弟？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如果我不能按照遗嘱上的要求完成，让顾清月成为顾家的继承人，我就不能继承萧家。你这会儿给我打个退堂鼓，我怎么办？萧哥，别说我不是兄弟啊，我已经帮你转订单了。
陆北辰不排斥跟顾氏联姻，而且陆家规矩多，他平时就修身养性，滴酒不沾，小封建跟小古板，这合适。好啊，小赵爷，你为了得到你的继承权，就把我当皮球一样到处乱踢，你给我等着！陆北辰，陆家，勉强还算可以。行吧，我带顾清月去见他。走，带你认识个人。谁？陆家独子陆北辰，性格温和，烟酒不沾，常年做慈善。他一定很同情你的身世，认识他等于多条人脉，对你有好处。没问题。烟酒不沾是吧？那我今天就专门跟他喝酒。小邵，北辰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。哥们儿，今天初次见面，相逢的是缘，我看你很厉害，来碰一个，我干了。兄弟，该你了，看得起我的话，喝。顾清月，抱歉，顾小姐，我不会喝酒。不喝就是不给面子喽。好家伙，这还是刚刚那个小封建吗？北辰兄，别当真，是开玩笑的。姐姐，这里可是上流圈层的宴会，你怎么能把逼酒炫酒的陋习带到这里来呢？你这样是会被人看笑话的。呀，顾言，你个鸠占鹊巢的人，还有脸来看我的笑话？要不是当年我被报错，你连站在这儿的机会都没有。按理来说，你现在应该跪下给我磕一个，感谢我的再造之恩才对。是，姐姐，你说的都对，都是我的错。可是当年咱们被报错的时候，我还只是个婴儿呀，我也不是故意占你位置的。小妍，别听他的，你没有做错任何事。哦吼，看来陆大少更同情顾言的身世喽。他怕不是个傻子吧？姐姐，你现在回来了，之前亏欠你的，我也会想办法弥补的。可是北辰他是我的男朋友，你接近他，难道是为了报复我吗？哼，故意接近。你以为我想故意接近他？陆北辰是顾言男朋友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和小妍是昨天正式在一起的。所以我之前问你联姻的事儿，你说愿意和顾氏联姻，指的是？没错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愿意和小妍联姻。北辰，我亏欠姐姐的实在太多了。既然姐姐她喜欢你，要不你还是和她在一起吧。那怎么能行？小妍，我喜欢的是你，我一会就去跟顾爷爷提亲。可是北辰，你是陆家独子，只有顾氏继承人才配得上你，而我只是一个养女。小妍，我相信，以你的修养和见识，足以做顾氏的继承人。谢谢你，北辰。姐姐，对不起啊，我也想把爸爸妈妈还有北辰都让给你，可是他们都不愿意，我也没有办法了。太容易查到手笔了！别在这儿动手，忍住，忍住，忍住！没事吗？没事的。放开我！你拦着我干嘛？顾言那个狗嘴里面呕出来的垃圾，是人能听的话吗？顾清月，
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我不是跟你说了，陆北辰烟酒不沾吗？你是哪根筋搭错了？当着他面对瓶吹，还要劝他喝酒。要不是因为你抽风搅局，会有这么一出。我的错，我的错。两位祖宗，别吵了，小点声吧，人们都看着呢。还怪上我了！我要是不想去，就乖乖被你卖掉，换你的继承权了你都知道啊？没错，你和陈信的对话，我全都听掉了。顾清月，所以你是故意乱来的？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咱们俩是一条绳上的马呀！顾家的继承权你不想要了是吧？我管不了这么多了，反正包办婚姻就是不行。哎，好了，你们不要吵了。现在的情况是，如果顾言一旦在陆家的支持下成功继承顾家，你们俩的继承权都得玩完。你们还是赶紧想想办法吧。小姐，老爷子请您去包间。知道了。秦月，来，过来。爷爷，秦月，爷爷叫你过来是想告诉你，爷爷刚才同意了小妍和陆北辰的婚事。那还真是恭喜他们。秦月，爷爷知道这些年你流落在外，受了不少委屈，现在你回来了，按理说这顾氏的家业应该由你来继承，但是顾氏现在处于发展的瓶颈期，迫切需要一个联姻伙伴。现在小妍和陆北辰有了婚约，为了给陆家一个交代，这顾氏只能由小妍来继承，希望你能谅解。爷爷，我知道了，没事的。爸，你跟他说这么多干什么？小妍可是咱们精心培育的继承人，就算没有这桩婚事，也轮不到顾清月继承顾氏，咱们哪儿需要他来谅解？是啊，爸，顾清月她一个乡下长大的泥腿子，哪儿配当企业的继承人呢？小妍，你看，我早说了，顾氏继承人一定是你。事情都到这一步了，我再争也没有用了吧？对不起了，小少爷，我们没能完成萧爷爷的遗嘱，恐怕你也要被我连累，不能继承萧氏了。谁说顾清月不配当继承人？顾爷，我代表萧家正式向顾清月提出联谊。周远，你说的是真的？跟我联谊？小少爷，你抽什么风？这只是权宜之计，我不这么说，你怎么和顾言争夺继承权？你是说，需要跟我演一场戏？没错，为了我们各自的继承权，我们可以协议结婚，各取所需。爷爷，他是认真的，我们正式决定在一起了。爸，萧家可是海城首富，之前萧兆也一直拒绝小妍，我还以为这宗联姻成不了了，没想到他竟然喜欢清月。好啊，周爷，你爷爷和清月奶奶在天之灵要是听到这个事儿，也一定会开心的。那萧昭爷的眼光可真古怪，竟然会看上一个穷酸货。萧少，我姐姐最近刚从乡下回来，你们认识才没几天呢，就决定要订婚，是不是太快了呀？顾言，我和萧少爷联姻，说是你哪根肺管子了，让你这么着急？姐姐，结婚可是大事，我好心提醒你，也是为了你们好呀。你不领情就算了，怎么还这样骂我？结婚也不是儿戏。昭爷，我刚才就想问你，其实我们两家早就有意联姻，之前呢你一直都在推脱，怎么忽然就改主意了呢？我爷爷生前的时候说过，顾奶奶年轻的时候是一位风华绝代又率性洒脱的大美人，
他的孙女应该也不会差。我之前面对顾言的时候，总觉得不过如此。遇到青叶以后，我才意识到顾奶奶的孙女真的很好。萧昭野，你是说我不如顾清月这个乡下人？没错，我见到清月以后，我就认定她。少爷，你的眼光还真不错。我第一次见到清月的时候，也在她身上看到了她奶奶的影子。顾爷爷，顾清月才是顾家真正的血脉，顾家继承人的抉择，我希望您还能重新考量。妈，爸，小妍才是从小接受精英教育，被当做继承人培养的人选。这顾清月虽然是咱家亲生的，可她从小在乡下长大，什么都不会。就算把顾氏交给她，她能担得起吗？你说的也有道理。赵阿姨，你的意思是说我没有能力让顾清月成为一名合格的继承？这今萧氏的地位可不是陆氏能比的，在这儿搅什么局呢？顾氏的确该由真正的顾氏血脉来继承，不过清月才刚刚回来，能力上确实难以服众。这样，清月，我给你3个月时间，3个月以后通过了继承人的考核，我就会正式宣布你为顾氏集团的继承人。好，就3个月，我一定帮助清月成为一名合格的继承人。没问题。继承人考核，可是我从小到大都在为继承顾氏做准备，他才刚回来，什么都不会，你们就考虑让他继承顾氏。小妍，你别着急，我和你从小都是接受精英教育，短短3个月，他顾清月就算有萧昭野的帮忙，也绝对不可能比得过你。不错，我还有机会。只要顾清月没有办法继承公司，顾氏就还是我的。我记得他在乡下那对养父母是一对烂人，我可以好好利用一下他们。爷爷，外面的宴会还没有结束，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，我和赵爷就先走了。去吧去吧。顾清月，你等着，很快你就笑不出来了。你当过乡下人的女儿，这辈子就休想摆脱他们。好了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名义上的未婚夫了。等我成为顾氏继承人那天，就是我们解除联姻，我还你金钥匙的时候。合作愉快。对了，管家，顾小姐有什么吩咐吗？你能帮我准备点助眠药吗？我平时睡眠不太安稳。好的。你的情况，服用助眠药不是长久之计。为了不影响我们的合作进程，我帮你找了医生，看看能不能彻底治愈你的梦游症。管家，命人把卧室里所有的笼觉都包起来，确保人在里面闭着眼睛行走，也完全不会被磕到。是，少爷。够仗义，谢了，未婚夫。顾小姐，您醒了吗？管家，怎么了？顾小姐，有对中年夫妻找到家里，说他们是您的父母，请您去看看吧。我的父母？直播间的家人们，你们瞧好了啊！我们的闺女她马上就出来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家人们啊，就是她，顾清月。大家看好了，这就是那个不孝顺的闺女，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把她拉扯大呀。她到后听说自己的父母是有钱人，不顾家里人重病，就撒腿就跑了。大家评评理啊！看他是不是一个白眼狼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就要曝光你这个不孝女。没错，你既然敢抛弃我们，你就得承担后果。少爷，不好了，顾小姐的
开直播骂顾小姐了。我知道了。顾爷，有人擅自闯入我家，马上让保安队到我家，把人赶出去。顾清月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抢手机有什么用？你的行为都已经被曝光了。他们说的没错，我就是不顾我那重病的哥哥，抛弃他们跑了。你们别着急认办呀！我问你，如果是你们哥哥赌博欠钱，被人打破肾脏，你们父母面临捐密克氏症，你们跑不跑？住嘴！住手！这里是萧家，容不得你们撒野。顾清月，我们把你养大，你有什么脸指责我们？大家别听他的，反正他弃养父母，他就是个白眼狼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当时还认真和他们讲过道理，说我的肾哥哥不一定能用，结果他们说我他妈一灌醉把我打晕了，打算拿我去换彩礼，说给他们儿子找肾源。看我头上现在还留着疤呢，缝了8针。你们说那种时候我不跑能行吗？顾清月，你找打！怎么开这么慢？我这就加速。给你们脸了是不是？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，还敢在这儿放！你这个不孝女！你会遭报应的！还送我，接不开！是谁在闹事？他俩，快把他们拉出去！你回来了。刚才是有2个无赖过来敲诈勒索我，我已经把他们赶跑了。你放心，我下手时候注意着，我没把家里弄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好着呢，没吃亏。对不起啊，你出门回来一趟。没有，我也是碰巧回来的。我帮你约了医生，就是这个时间，带你去看病。哦，好。王秘书，联系刘大夫，务必腾出时间，我现在就要带人过去。顾小姐，你还记得第一次梦游时的情况吗？记得，那个时候，我的养父母为了彩礼逼我嫁给一个老头，我不愿意，被他们发现后就一棍子把我敲晕了。结果没想到，我昏迷的时候竟开始梦游，从2楼跳了下去。然后呢？然后我没摔死，醒了之后就顺利的从里面逃了出去。怎么样？我很厉害吧？连老天爷都在保佑。医生，帮我给他准备一套全身检查。好的。护士，顾清月小姐，请跟我来。肖先生，顾小姐的情况已经很明确了，她梦游的症状是精神创伤导致的。顾小姐表面越是坚强乐观，证明她心里的伤痕就越重。以后请不要让她再受刺激了，多带她放松心情，等她彻底摆脱过往，她的梦游症也就痊愈了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医生。
果然又梦游了。This is the love, this is the love, I know this is the love. 终于哭出来了。别难过，你已经很厉害了。他的内心是不是很希望有人陪他？夏少爷，你怎么又躺在我床上？你昨天晚上又梦游了，我送你回来，你拉着我不放，我能怎么办？不会吧？我明明吃了睡眠药的。不相信？客厅有昨天晚上的监控录像，去看看。那还是不用了。我3个月之后要去参加继承人考核，我去看书了。喂，展星，帮我查一下顾清月的养父母，我觉得这2个人有问题。大哥，都查清楚了，这个顾清月也太惨了，明明是个千金小姐，却沦落到这种畜生手里，被反复算计。这2个人闹到我这儿来，果然是受人指使。昨天的直播，顾清月看似没有吃亏，这事肯定没完。小哥，你怎么忽然这么关心顾清月啊？你该不会是对她动心了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我们2个人只是合作关系，只是他出事了会影响我的继承权，出于我们2个人共同利益的考虑，我才出手的。啊，我就是随口问一问，你这么激动干嘛？喂，什么事儿？笑哥，昨天直播的事情发酵了，现在顾清月的身份被扒出来，顾家千金弃养父母这件事已经上热搜了。赵瑾，顾清月，你怎么能干出这么丢人的事儿呢？知不知道弃养父母这事儿已经上热搜了？这件事情给顾氏带来多大的形象损伤？上热搜，这件事情如果能上热搜，肯定和你养的好女儿脱不了干系。你与其来怪我，还不如去问问顾源，为什么要故意损害顾氏形象？顾清月，你还敢污蔑小妍？喂，赵阿姨，事情的前因后果我都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我现在就带顾清月回顾家，当面给顾爷爷一个交代。爸，之前我只是觉得清月她没有教养，但没想到的是她人品也有问题。不管怎么说，她养父母都把她养大了，她直接弃养她，这不是见利忘义吗？真没看出来，顾清月居然能干出这么绝情的事儿。秦月这么做
是不是他养父母让他受过什么委屈？爷爷，就算姐姐跟养父母闹矛盾，也应该跟家里商量着解决呀。他这样一声不吭，闹得人尽皆知，还上了热搜，多给故事抹黑呀！是啊，还是我们小妍懂事。爸，你看看这热搜。哎，这热搜怎么不见了？放心。You keep calling me a psycho. Got it in my head, careful what you say. Think it might be right though. 热搜早就撤了，故事的声誉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不过有些小人的心思，恐怕就没法如愿了。秦月，你弃养父母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弃养？那两个畜生根本就不配叫父母。萧昭野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他们养大了清月，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是没有办法抹除的。是吗？就算从小到大他们对我非打即骂，还在我刚成年的时候把我卖给一个50岁的老头换彩礼，我也应该心存感恩是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他们想卖了，把我打晕后锁进家里。我为了逃跑从2楼摔下来，拖着受伤的腿，独自走了10几个路才找到警察求助。这件事情还上了当地的新闻，现在网上都能搜到。爸，爷爷，快去拿降压药！爷爷，顾清月，你爷爷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你怎么能拿这事刺激他呢？爸，清月可是你的女儿啊，她受了这么大的苦，你不仅不心疼她，还怪她说出真相，你还是人吗？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哦。还有你是怎么当妈的啊？满脑子的虚荣利益。清月可是你身上掉下了一块肉啊，你怎么就不知道心疼他呢？他之前也没说过，我事先也不知道啊。他不说，你们为人父母就不知道主动去查的。清月，你受苦了。顾爷爷，有件事情我必须得和您说。其实这一次清月的养父母找上门来，是有人故意指使的。受人指使？谁？您自己看吧。顾言，你竟然算计秦月，故意败坏他的名声。我不是，我没有。小妍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从小就懂事，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的。是啊，爸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这顾言去见那对夫妇的监控，还有转账记录，这资料里面清清楚楚，你自己看吧。小妍，这件事真的是你做的吗？妈妈，我也是为了故事着想呀。他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，如果他真的成为了故事继承人，那肯定是难以服众的呀。我是害怕爷爷一生的心血被他给糟蹋了，所以才想出这种办法的呀。说来说去，你不就是想跟秦月争继承权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3个月以后秦月的继承人考核失败了，我也不会把故事交给你。你说我在乡下长大，继承故事绝对无法服众，那你等着看好。爷爷，你放心，3个月之后我一定通过继承人的考核。有志气，这才像我孙女该有的样子啊！顾爷，
顾家把你养大成人，也算是仁至义尽。今天你就收拾收拾东西，离开顾家。以后谁都不许再给他任何资助。爷爷，这怎么行呢，爸？小妍从小是我娇养长大，他要是走了后没有人照顾，他肯定适应不了的呀。秦月，你快去。顾言对我做了这么多过分的事情，你却还在关心他，而我什么都没有做错，你一直在嫌弃我。赵姐，你不是我妈，你只是顾言的妈。清月，赵阿姨，清月从始至终都在承受伤害，你却让她体谅顾言这个得力者，不要太过分了。我们走。这些你都看完了？对啊，不信你考我。好。某饮料公司连续亏损5年，客户群体老化，你该怎么解决？第一，产品线更新；第二，线下门店结合线上门店推广；第三，与热门 IP 联名，扩大受众群体。某公司出现了严重质量问题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，你该怎么办？第一，召回所有问题产品并担责退款；第二，追溯生产链中的问题环节进行追责；第三，增强改善监督机制，避免同样情况再次发生。你很聪明啊。这有什么难的？以前在乡下干活，他们都不让我去上学，课本里面的知识都是我自学的。如果顾清月没有被报错，他绝对是圈子里无限风光的天才。可现实是，他不仅被埋没了资质，还受尽苦难，留下了精神创伤。3个月后的考核，你一定能通过。所以你现在最需要做的事儿，不是看书，那我该干什么？玩。展信，你不是最擅长吃喝玩乐了吗？你带顾清月出去放松放松。没问题，交给我。咱们去哪玩？要玩，咱们就玩最解压的。走。Game of Thrones。展星，你带我来的这个地方很有意思。那当然，我可是有名的夜店小王子。展哥，李博，你也在这儿？坐包间里坐坐。包间，走，带我去玩。成，那咱们去坐会儿。走。15、15、20，15、15没有啊！展哥，你输了，喝吧。继续。15、15没有，15、15、20。展哥，喝。再来，15、15、20，15、15没有。呀，继续。哥，又输，你行不行？起开，我来。你来，这你输了可是要喝酒的啊。他输了，我来喝。好，来。我赢了，喝。好。再来。我又赢了，喝。来，再来。不行了，实在喝不下。展哥，你这是从哪儿找过来的高人呢？这砸场子呀，这是。清月，你怎么做到的？
这有什么难的？玩这游戏我就没输过。你们呢？谁替他来？来。无敌是多么寂寞，无敌是多么。还有谁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说不了了，我没认输。我今天玩的很开心，谢谢你。那下次我们还一起出去玩？好啊，你提前约我就行。行，你等我消息。那我先回房间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回来了。今天玩的怎么样？肖哥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女孩子。你是没看见，秦月猜拳的时候制霸全场，所有人心服口服，那场面别提有多威风了。猜拳？行吧，玩的开心就行。那个，肖哥，其实我有点后悔了。什么后悔？就是替你跟清月联姻的事儿啊。我之前真是被她摔的那跤给误导了。清月哪是小封建啊，她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女生。你想什么呢？我刚当着顾家面宣布我和顾清月订婚，你这时候凑什么热闹？那怎么能一样呢？你们两个是假的，但我是认真的呀。等你们婚约取消，到时候我再上位不就行了？虽然我们展家比不上萧家，但是比陆家还是要强一些的。到时候我也可以做他的后盾啊。不行。啊？为什么？我还不了解你，满脑子就知道吃喝玩乐。顾清月可是要继承顾家，哪有时间跟你鬼混？哪有？我虽然爱玩，但是正事也从来不耽搁呀。我告诉你，你们不合适。走。哎，去。这个混账，只是出去玩了一次，就敢起这种歪心思。清月，睡了吗？正准备睡，怎么了？以后你想玩什么，直接跟我说，我抽空带你去玩，就不用再麻烦展姐。哦，没别的事，早点休息。清月，今晚有空出去玩吗？今天的学习目标已经完成，昨天出去玩后，晚上睡一觉很好。有空。好嘞，我这就去接你。顾清月呢？少爷，顾小姐被展少爷接走了。顾清月和展星去哪儿了？肖少爷，什么事？我听不清。我和展星出来玩了，今晚就不回家吃饭了。我还有事儿，先挂了。他挂我电话，他居然敢挂我电话！展星，看见这，这不是顾言吗？我去，那个男人不是陆北辰啊！跟上去啊！走。二叔，今天晚上能不能留下来陪我呀？那得看你的表现了。我操，清月，那个男的是萧哥的二叔。啥呀？顾言这是想要抛弃陆北辰，当萧哥婶婶啊！那我们快点进去吧。展星，你有没有陆北辰的联系方式？有。
把你刚刚拍的照片传给我，我给他发过去。肖哥给我打电话。哎呀，先不要管他，跟着人去。好嘞。怎么都不接电话？展星到底带顾清月去干什么了？来，再喝一杯。还有我这杯。来嘛。不会的，展星不会这么不靠谱。怎么样，清月？喜欢谁就点谁。哎，王秘书，帮我调查海市所有的夜店，找出顾清月和展星在哪儿。二叔，我现在已经被赶出顾家了，只有你能帮我夺回顾家的继承权。顾氏的继承权，你就那么想要啊？二叔，这继承权本来就该是属于我的呀。顾清月那个乡下人，他凭什么跟我抢呢？二叔，你帮不帮我嘛？好，你想要的，东一。二叔，你真好。陆北辰马上就到，有好戏看了。顾清月能得到爷爷的看重，不就是因为背后有萧昭野的支持吗？但姓萧的男人又不止萧昭野一个，只要萧二叔帮我，那顾氏的继承人可还不一定是谁呢。顾言，你在干什么？顾言，你在干什么？北辰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看到的那样。顾言，你和萧二叔所有的互动我全拍下来了，视频完全可以证明你是主动自愿的，狡辩也没有用哦。行月又是你！你跟我已经订婚，为什么还要萧二叔纠缠在一块？小妍，不用怕，实话实说就行。好，陆北辰，之前我选择跟你联姻，只不过是为了向你寻求助力，帮我继承顾家而已。但谁知道你陆家还不如萧家呢。如今我有了更好的选择，当然是要放弃你了。顾言，你别忘了，前段时间你利用顾清月养父母算计他的事儿，在圈子里面已经传开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顾老爷子要决定取消你的继承权。那还不是因为你太没用？如果你靠得住，我至于这样吗？顾言，就算你做错了事儿，失去继承权，我也从未说过要与你解除婚约。我一心考虑为了你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吗？小妍，跟他说那么多干嘛？我带你换个地方。好，陆北辰，你听着，你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。从今天起，我们结束了。我去，大型分手现场，这也太劲爆了吧！陆北辰真是眼瞎，当初放着你这个明珠不要，选了顾言那个死鱼眼，现在遭报应了吧？顾清月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咱们走着瞧。哥们儿，你也别太难受了，现在及时止损，总比结了婚后再后悔划算不？对不起，啊？你跟我道什么歉？明明你才是真正的顾家亲戚，而我之前却帮着顾言跟你抢夺继承权，这件事
是我对不住你。没事儿，都过去，反正你以后肯定也不会再帮他。还有，谢谢你，让我彻底认清了顾言的真面目。其实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思考，顾言做出了这么多的事儿，我还该不该和他继续下去？现在事情已经了结了，我其实已经松了口气了。嗨，不客气，帮你也是顺手的事儿。反正我们也很乐意看顾言的热闹。清月，还有一些话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什么？有事直说。其实最近有关你过往的事情传开以后，我父母找我商量过，他们说如果和顾氏联姻，像你这样个性坚韧、果敢自立的人，才是他们内心最想要的儿媳选择。啊！我觉得我父母说的没有错，你确实很厉害。所以如果之后有一天你觉得和萧昭宇不合适，你可以选择考虑一下我。干嘛呢？就算萧哥不合适，那也轮不到你啊。清月，别听他的，等你和萧哥分了，先考虑考虑我呗。啊！你们俩当我死吧！萧昭野，萧哥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当然得来，我不来怎么能知道我的两个好兄弟在悄悄惦记我的未婚妻呢？说什么呢？他俩都是开玩笑呢。开笑？没错，陆北辰刚跟顾言分手，八成是打击太大，神志不清了，忽然就开始说胡话了。至于崭新嘛，本来就爱凑热闹，也不知道在抽什么风，别管他。是吗？不，我没有开玩笑。之前选择顾言那种表里不一的人是我失策，但是现在我们陆家的最佳联姻选择是顾清源。因为陆氏集团和我们萧氏集团比，好像没有什么竞争力。我不知道你哪来的信心，敢抢我的未婚妻？就凭我是真心喜欢你，萧昭业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和清月联姻其实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萧老爷子临终前的嘱托而已。还有，如果你是真心喜欢清月的话，就不会在顾老爷子的寿宴上让展星联系我，试图将他托付于我吧，不是吗？那个，在你之前，萧哥先托付的其实是我来着。我早就后悔当时临阵脱逃了，所以清月，我刚刚说的话也是认真的。陆伟辰，你排在我后边，别想插队啊！展星，怎么了，小哥？我哪里说错了吗？萧哥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吓人啊？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了？是我没睡醒，还是你们都疯了？怎么好端端的，一个个说话都这么甜？清月，你放轻松，只要萧昭也让你不高兴了，你可以随时来找我。毕竟，没有感情的商业联姻，就是和不信任的人一起上战场。我很有耐心的，我可以慢慢等你。陆北辰，不是说了吗？就算没有萧哥，那也还有我呢，还是靠边站吧。啊，我早知道你分手是这副嘴脸，我刚刚就不给你通风报信了，就让你顶着个绿油油的帽子，被顾言当红耍。够了！我警告你，不管你们心存什么心思，我和顾清月都是订婚状态，我们没有解除婚约一天，你们就给我老实一点，别给我搞小动作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好了好了，萧昭野，你还是别管人家，先管管自己吧。来，你看看这个。二叔、顾言，他们俩怎么会在一起？我虽然不了解你二叔，但顾言这个人什么秉性我很清楚，他跟你二叔在一起，绝对是冲咱俩来的。
我知道，咱们回去再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回去。好，我也一起。清月，我送你。你们两个今天晚上挂了我18通电话，这件事儿，你们给我解释一下。哎呀，我们那个时候都忙着捉奸呢，那么紧张刺激的时刻，哪有时间接电话呀？没错，肖哥，要不是清月当机立断挂了你的电话之后追上顾言，我们还没办法发现他和你二叔搞到一块去了呢。那抓奸之后呢？你们两个人怎么就没有想着说给我回个电话呢？告诉我你们在哪儿？这不是捉奸现场太刺激了，一时半会儿顾不上吗？对哦，我们都没联系你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哪？你们觉得？也不会是一间夜店排查的吧？不然呢？清月，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。我想和展星单独聊聊。我还不困呢，肖少爷，你还没说你二叔的事情呢。话说，肖二叔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他和顾言狼狈为奸，勾搭在一块儿，会不会是对你的继承权也有心思？谁知道？应该不会吧？我印象里，肖二叔这人以前很叛逆的，成天满世界乱逛，游山玩水，喝酒泡妞，玩的比我还花哨，从来没有表露过要继承家业的心思啊。人是会变的呀。我姓肖，他也姓肖，只要他想争夺家产，什么时候下场都不晚。目前只是碍于我爷爷的这份遗嘱，我二叔看似没有机会，但这份遗嘱也不是不可以推翻。推翻？什么意思啊？遗嘱里交代了，我只有娶了顾清月，或者帮顾清月成为顾氏的继承人，我才能继承萧氏。二叔想要争夺家产，就只能从这2方面下手。哦，也就是说，只要你一天没和我结婚，或者我一天没有成为顾氏继承人，那你二叔就有机会。没错，所以这2方面我们都不能被他抓住漏洞。啊，是这样啊？那也就是说，萧哥，你今晚警告我和陆北辰不许我们追清月，就是因为他耽搁了正事儿。对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跟清月的真实情况，你千万不能泄露。好吧，那清月，我等你和萧哥都顺利成为继承人，解除婚约之后，再正式追求你。解除婚约之后，再正式追求你。好了，展现，我不管你和陆北辰，你们俩是一时兴起还是恶作剧，你们今天说的话，我就当我全部都没有听到，别再拿我开玩笑。我不是一时兴起，也不是恶作剧，我是认真的，清月，我真的想追求你。我突然有点困了，我先去休息，你们继续。清月，我真的是认真的，你不要有压力，我可以慢慢等你。北风萧萧。等会儿，萧哥。怎么了？我怎么觉得你不太对劲儿呢？没有啊，我很正常。有，你刚刚在幸灾乐祸。你看错了。奇怪，我手机呢？得，还得回客厅去。小哥，我问你件事儿，你老实回答我。什么事儿？小哥，你是不是也对顾清月心动了？没有，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会喜欢顾清月？小哥，
我说认真的，如果你也喜欢清月，那我就退出，绝对不跟你争。如果你确定你不喜欢他，那我等你们解除婚约之后，就要开始认真追求他了。你放心，我说了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少哥，你可要想好啊！咱们从小到大认识这么多年，清月又是萧爷爷给你定好的未婚妻，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伤了咱们的感情。展星，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啰嗦？那是因为我太了解你了，我总觉得你已经心动了，但就是嘴硬，不愿意承认。绝对不可能。真的？这么确定？我喜欢谁，也不可能喜欢顾清月。是因为萧奶奶吗？没错，我爷爷惦记了顾奶奶一辈子，我奶奶就怨了一辈子。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，我知道她的难过。如果我随了我爷爷的愿，和顾清月在一起，那我奶奶这一辈子又算什么？原来萧少爷内心是恨我奶奶的。管家，是谁允许你私自带外人回家？少爷，这是顾小姐，带她过来是老爷子的意思。你是不是忘了？现在萧家我才是主子。难怪第一次见面时他就这么讨厌我，可现在为了这根钱，我们又不得不绑在一起。萧少爷看到我，应该内心很煎熬吧。奇怪，我为什么会这么难受？我明明不喜欢他的。顾清月，你别多想了，你只是因为听到你被别人讨厌，有点难受而已。但是你又没做错什么，根本就不需要失落。振作起来，你现在的目标只有成为故事的继承人，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，其他的一切都不用在意。小哥，我知道你心结的，但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因为这件事情无法直视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。而且，关于萧爷爷和顾奶奶，其实圈内也一直有些传言的。什么传言？据说当年萧爷爷和顾奶奶是被迫才分开的，顾奶奶并没有做错什么，是你奶奶仗了娘家的势才嫁给你爷爷。够了，那毕竟是我奶奶，我不管老一辈的人发生了什么，我只知道我幼年父母早亡，我是被我奶奶一手带大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奶奶都是我最亲近的人，无论怎么样，我都不能背叛我奶奶。小哥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之后可就不让了。如果有一天清月真的答应和我在一起，到时候你可千万不要回头再和我抢哦。小哥，走了。顾清月，这就是顾清月。这张脸，难怪爷爷惦记了顾老太太一辈子。但我跟爷爷不一样，我绝对不会跟她在一起。难道是继承了爷爷的基因吗？明明没见他之前，我十分厌恶他，但当我真正见到他的时候，我根本讨厌不起来。好啊，那我们结婚吧。顾清月，
你什么意思？你反悔了是不是？你想跟我结婚？这么一打扮，倒是挺唬人的。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，爱上同一种口味的蛋糕。顾清月，如果你不是顾奶奶的孙女儿，该多好。陆北辰清月，你下午有空吗？我妈妈想邀请你去家里做客。邀请我去陆家做客，我喜欢谁，也不可能喜欢顾清月。陆家独子陆北辰，性格温和，烟酒不沾，常年做慈善。他一定很同情你的身世，认识他等于多条人脉，对你有好处。既然萧少爷自己都说多条人脉多个好处，那我为什么要拒绝？有时间下午见。好的，我下午去接你。少爷，您回来了。张家，顾清月呢？少爷，顾小姐她刚出门。管家，开门。少爷，少哥，我要找清月，清月在家吗？不巧，不在家。啊？那他去哪儿了？他有没有说他要去哪儿？少爷，展少爷，陆北辰的母亲陆太太亲自邀请顾小姐去陆家做客，她赴约去了。陆妈妈，陆北辰不讲武德，这还没开始追呢，就直接请长辈下场助攻了。陆北辰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输给你的。少爷，如果您在意顾小姐那边的情况，要不给她打个电话？胡说！谁在意他？他要去哪儿，想见谁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妈，我带清月来家里做客了。哎呀，这就是小清月吧？陆阿姨你好。清月，你这么天生丽质，真是让人一看就喜欢。谢谢阿姨。走，快进来喝杯茶。清月，你觉得我们家北辰怎么样？清月，你觉得我们家北辰怎么样？陆阿姨，陆北辰他挺好的。我和你陆叔叔还有北辰呀，也一直觉得你也特别好。清月，你大概不太清楚，关于我择偶这件事啊，这还是头一次达成共识呢。老天啊，不是说来做客吗？他们俩怎么这么猛，上来就直奔这种话题去，这让我怎么招架呀？算了，那萧少爷等一下吧。可是阿姨，我和萧少爷已经订婚了。嗨，订婚怕什么？是订婚又不是结婚，只要你们还没领证，我家北辰就还有机会。这可能不太好吧？清月，阿姨是过来人，我告诉你几句忠告建议，你要不要听？您说。我告诉你啊，女孩子选择结婚对象一定要多看看，多想想，多比较比较，你千万不要着急，要不然我就是前车之鉴啊！这怎么说？当初啊，我就是太草率了，觉得北辰他爸人品不错，人也能干，嫁了他应该不会后悔，所以很快就结婚了。谁知道啊，他人是不错，但却是个闷葫芦。我说10句，他回一句，哎，我这日子呀，简直是憋坏了。你可千万别着急，多比较比较，没有坏处。但是我爸说了，我妈爱说话，她不爱说话，家里氛围才刚刚好，
要是2个人都爱说话，那这家里不得闹翻天了。陆阿姨，您和叔叔的感情真好。哎，这夫妻感情这件事儿的确是很重要的。但是你不知道呀，北辰的爸爸一辈子都听我的，唯独北辰的婚事上，我们俩整天拌嘴，差点影响到我们家庭和睦了。啊？这是为什么？北辰爸爸之前总觉得北辰的婚事只要他喜欢，其他都无所谓，他爱找谁找谁。那是因为我爸觉得他娶了你，日子过得挺好的，所以说他觉得我自己也能找一个过得好的。走开走开，别打岔。清月，我心里清楚啊，女孩子的性格脾性也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有北辰乱来，他选了个顾言，以后有他受罪的时候呢。陆阿姨，我觉得您说的对。前阵子北辰说要跟顾言在一起时，我就觉得不妥当。顾言我接触过，哎，能力不多，心机不少。要不是北辰他爸惯着他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妈，我这不是已经知道错了吗？那还不是因为你有清月，才可以看清顾言真面目，否则你把顾言娶回家，有你好受的呢。前阵子顾言设计你，让你养父母直播污蔑你的事发生后，当晚北辰他爸就来跟我道歉了。他说纸钩这件事呀，还真不能由着北辰性子来。当时知道了你的事儿，我和北辰爸爸轮番上阵，跟他说，真要跟顾家离，那也应该是你清月最合适呀。你看呀，你又勇敢，又漂亮，又独立，又有韧性，和顾言拿什么跟你比呀？阿姨，我也没有你说的这么好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谦虚呀？你在我们一家人心里就是这么好。清月，你就是我们全家认可欣赏。还真是谢谢你们。清月，虽然我们陆家的彩礼比萧家稍微差一点，但是你跟北辰在一起，我们全家绝对都爱护你，把你从小到大错过的爱都弥补给你。虽然感觉有点尴尬，这么温馨的家庭，我真的好羡慕啊。阿姨，很抱歉，我可能不能接受您的喜爱。哎呀，说什么抱歉呀，我们只是表达我们对你的喜欢。至于你做什么决定，你尊重自己的心意就好。对，清月，我们绝对尊重你的个人意愿。都几点了，怎么还不回？这么晚了，去哪儿了？管家没和你说吗？陆北辰请我去他家做客。陆伟辰什么心思你不知道吗？你和他走这么近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我跟他是正常接触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而且之前不是你说跟他接触等于多条人脉吗？你别忘了，名义上你还是我的未婚妻。是啊，我们只是名义上的订婚关系，又不是真的。我和陆北辰又没有谈恋爱，正常接触而已，应该没有关系。你还没有继承故事呢，你现在就已经着急给自己找对象了是吧？先了解了解而已，怎么了？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既然没有，那我回去了。全都怪我，不该沉默是沉默，该勇敢去软弱。少爷，您现在去公司？我去开门。展夫人，展少爷，管家，我，哎，肖哥，展星，哎，肖哥，你在家呀？展阿姨，你来了。啊，对，我听说顾清月在这儿住，
我就跟展星啊过来看看那孩子。展星，你和展阿姨一起来看清月。啊！昨天陆北辰那厮不讲武德，都直接把清月邀请到家里去了。我寻思着我不能输啊，所以就直接带我妈上门拜访来了。我和清月还没解除婚约呢，你就大张旗鼓过来玩什么？哎，肖哥，你放心，在外人看来，我只是正常的上门拜访，我有分寸，不会把事情闹到明面上来的。哎，家里这是来了客人。清月，我是展星的妈妈，你叫我展阿姨就行。我呀是特意跟小星过来看你的。展阿姨好。来，清月，我们坐下说。肖哥，那我先过去坐啊。少爷，司机已经到位了，您随时可以出发去公司了。不去，我在家会客。是的，少爷。肖哥，你今天公司不忙吗？不忙，我晚点再去公司。展阿姨，按理来说我和清月是小辈，应该我们去拜访您，您怎么还特意来家了一趟？昭爷，你跟我家小星啊从小玩到大，我还不了解你？你呀满脑子都是公务，哪有心思管其他事儿？你放心，我跟清月呀，我们自己接触就好。我和清月假订婚的事儿，你妈都知道了。你说的。你之前是有多抗拒跟顾家联姻，我家一直都是知道的。就算我什么都不说，我妈猜也能猜到啊。行了，清月呀，你的情况我都知道。唉，你那对爸妈呀，还真让人看不懂，放着这么好的亲女儿不疼，偏偏去宠那顾言。唉，他们毕竟一起生活这么多年，早就有感情了。就算我是他们亲生女儿，恐怕在他们眼里也只是个陌生人罢了。那是他们拎不清，哪像我们家呀，我跟你展爸爸就特别喜欢你。这一幕好熟悉啊，好像昨天陆北辰妈妈说过差不多的话。展阿姨，喝水。我跟你说呀，我们家展星啊，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对一个女孩子这么上心呢。我这么荣幸吗？说反了，小星能喜欢你呀，那是她的荣幸。你看你呀，又漂亮又聪明又坚强，谁要是能娶到你呀，那才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呢。这段话昨天陆阿姨好像也说过。展阿姨，展星年纪还小，不着急吧？怎么不着急啊？像清月这么好的女孩子，那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。我就怕我们家那臭小子呀，不会说，让他呀被别人诓走了呢。妈，会说你就多说点。清月呀，我家展星那小子虽然是爱玩了一点，但是啊，他没有一点坏心眼，且一点也不笨。公司的事啊，他是一点就通。我知道，阿姨，展星他为人很仗义。没错，我家小星啊，为人很好的，只要他认准了人，那是绝对不会背叛他的。我就知道带我妈来是对的。什么？展星仗义？顾清月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是不是忘了，在舞会上把你扔下的人是谁？还有，为你继承权操心的人又是谁？清月呀，假如有一天，阿姨说是假如，你觉得我家小星还不错，那你就试着跟他接触一下。我们呢，
绝对乐见其成。我知道了，谢谢阿姨。这什么意思？心动了？清月呀，你放心，假如有一天我们有缘成为一家人，那你无论做什么，我们展家人啊都会全力支持的。如果展欣那臭小子呀敢不听话，你就尽管替我们教训他。我知道了，阿姨。管他呢，先答应再说，不然还能怎么办？长辈都表达的这么喜欢，我还能拒绝不成？我的继承权还没落实，萧家的金钥匙还在他手里，他就这么迫不及待找夏家？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阻止他。那招爷呀，我跟小星，我们就不叨扰你们了。没事儿，不叨扰。展阿姨，我送您吧。清月呀，有空去家里玩啊。好的，阿姨，再见。拜拜。吓死我了！你这脸色怎么好像别人欠你800万一样？没有人欠我800万，不过有人似乎忘了，他欠我萧氏的继承权，还有萧氏的金钥匙没还。这怎么能是我欠你呢？咱们俩的协议还没完成，我还没有进行继承人考核，哪有提前清算的道理？是吗？你还记得继承权考核呢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我每天都有按计划学习。是吗？我以为你满脑子都想着怎么给自己挑下一任未婚夫。萧兆业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反复无常？之前跟我说让我好好放松放松的是你，现在又开始在这阴阳怪气。你放松的方式就是对追求者来者不拒。我来者不拒，我和崭新陆北辰接触，不都是你安排的吗？你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，别再支招弯刺。好吧，我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？我二叔那边有动作了，我的人打听到，他过2天要和顾言一起去拜访顾老爷子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二叔和顾言要开始动手了？你不用紧张，我已经想到办法了。你打算怎么做？顾言和我二叔应该是下一周去拜访顾老爷子，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去。你打算正面硬刚啊？什么？你虚了？我虚什么？去就去。放心，你是顾家的亲生女儿，我是爷爷钦点的继承人，咱们俩的身份都比他们拿得出手，你不用担心。我的建议，你最近先别应付崭星和陆北辰了，眼下当务之急是先把继承权搞到。好吧，那我回书上学习去了。去吧。妈，小妍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快跟妈说说，你最近在外边过得怎么样？妈，我好想你啊！我的女儿，你受苦了。顾太太，萧先生，小妍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萧子旭可是比你大了近20岁啊，你真的要跟他在一起吗？妈，可是只有他才能帮我回到顾家。妈觉得北辰的孩子也不错，而且你如果跟他在一起，妈，现在顾清月可是有萧昭也撑腰的，我要是嫁给陆北辰，那我岂不是一辈子被他压一头啊？小妍，你放心，有妈在，不会让人欺负你的。而且陆家的家风也好，你嫁过去不会受委屈的。可是已经晚了妈，我和萧子旭的事情已经被陆北辰知道了，我们俩都已经结束了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一声都不吭啊？哎呀妈，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我是绝对不可能向顾清月认输的。妈，你会支持我的对吗？你们先坐吧，我去把老爷子请过来。
顾清月，你来干什么呀？哟，这句话不是应该我问你吗？顾言，你不是被顾家赶出门了吗？现在这里是我家，请问你来做什么呢？顾清月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你还没通过继承人考核呢，这顾家最终是谁的还不一定。哟，你还真是脸比盆大，一只鸠占鹊巢的山鸡占了我20年的位置，还真把自己当凤凰了。拍拍翅膀，真以为自己能飞上天了？顾清月，你找打！找死！顾言，你在我面前动手打我未婚妻，想死吗？哟，顾言，说不过人就开始动手了。顾言，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你这叫狗急乱咬人。二叔，你看他！小野，这就是爷爷给你找的未婚妻。是的，二叔。小姑娘，脾气这么大，你就这么确信你就不是顾家的继承人？大叔，我有没有信心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好，那我就拭目以待，看你的表现了。哦，对了，小野，我这次带小妍回家，就是为了帮助小妍来参与继承人考核的。二叔这么做，你应该没什么意见吧？二叔做的决定，我能有什么意见？那就好，我的好侄子。顾清月，你看到了吗？萧家可不是萧昭野一个人说了算。你以为你跟萧昭野订婚就能抢走顾氏继承人的位置了吗？你做梦！抢走？我为什么要抢走？顾家继承人的位置本来就该是我。像你这种乡下来的穷酸货，还幻想着什么野鸡变凤凰的美梦呢？我可提醒你啊，萧昭野现在连自己的地位都保不住，他可保不了你。你这话又说反了。我是名正言顺的顾家后代，哪还需要人保？倒是像你这种来路不明的野鸡，才需要到处摇尾乞灵，求别人收养。子虚来了。爷爷，秦月，大爷，秦月，来的，过来坐。子虚啊，你把我们顾家赶走的养女带回来，是有什么用意啊？顾叔，小妍也算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她都求到我面前了，我也没道理不帮她。所以我今天回来，就是想厚颜，请你再给她一次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当然是参与顾氏继承人考核的机会。顾言，你原本就不是顾家的人，被我们锦衣玉食的养大，还不知足，现在还想要继承人的位置。爷爷，虽然在血脉上我不是顾家亲生的，可是我从记事起就在顾家长大，我哪有别的家人呀？是啊，爸，小妍她从小就懂事，现在只是犯了一次错，她早就后悔了，您就别跟她计较了吧。顾言后悔，你还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。顾言刚刚还在和我放狠话，炫耀他攀上萧二叔的事情。顾清月，你闭嘴！我凭什么闭嘴？我又没做错什么，也没说错什么。你都把小妍逼得无家可归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子虚，你凭什么就觉得我会答应你的要求呢？平您虽然爱护亲孙女，但您心里也清楚，执掌家族企业并非易事，挑选更合适的人选，是每个当权者必须要做的事情。我这个提议也是为了顾氏考虑。如果顾清月天资聪颖，那么她不怕被比较；可如果顾清月不合适，
又恰巧小妍具有掌控顾氏的能力，那么我想，他之前犯的那些小错，也并非不可原谅。爷爷，我求求您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秦月，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？顾清月，你该不会不敢和我比吧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比就比。既然这样，之后的考核就由我来出题，如何？你来出题。二叔，就凭你和顾言的关系，你怎么能保证你的绝对公平？顾叔，我的人品，您相信吧？至于你的人品，我自然是很清楚。少爷、秦月，你们放心吧，啊，你二叔心里有数，绝对不会偏袒哪一方的。谢谢顾叔，那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。好。爷爷，爷爷年龄大了，精神头也不太好，现在该去休息了。秦月、顾言，你们俩回去好好准备准备，爷爷等着你们俩的考核结果啊！爸，我扶您回去。怎么样啊，顾清月？我早就提醒过你了，不要高兴的太早。萧家又不止萧昭也一个男人，在二叔的资历面前，你那未婚夫还嫩着呢。顾言，我从小就知道你不聪明，但我没想到你比想象中的更加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顾言，你最好紧紧抓住二叔，别放手。我倒是想要看看，我二叔浪荡了半辈子，你有没有这个本事，让我叫你一声二婶。我们走。二叔，你之前可答应过要帮我的，你不会反悔的，对吧？那都要看你怎么表现。二叔，只要你帮我得到顾家继承人的位置，我保证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是吗？那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那这次的考核，二叔想出什么题啊？这件事，咱们回去再聊。萧少爷，你说顾言参加考核的事情，我是不是答应的太草率了？你怎么这么笨啊？你没看出来吗？这是你爷爷给你的考验，你能应下来，他很高兴的。是吗？崭新？我最近得全力应付考核的事情，最近都不出去玩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能好好发挥，这场考核你的优势很大。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学习多久。就算你这次考核没有通过，我也有办法让顾氏的继承人没有办法落到顾言的头上。什么办法？你爷爷今天是给我二叔面子，因为萧氏的继承人迟迟未定，他也不知道我二叔是否会继承萧氏。你也知道，根据我爷爷的遗嘱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办法。你是说？对，我们结婚。他怎么会提出结婚？他不是因为小奶奶的事，打死也不会跟我在一起吗？我们可以继续协议结婚，这样我就能顺利继承萧氏，顾氏也会碍于面子，给你时间，让你成长。你放心，以你的天资，假以时日，你一定能成为顾氏的继承人。哦，原来你是这个意思。我会帮你，毕竟帮你就是帮我自己。谢谢你。走吧，让我看看你最近的学习进度。
我收拾好了。一会儿考核开始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紧张，你已经准备的完全充分了。你觉得我真的能够赢过顾言吗？完全可以。好，那出发吧。走。导演，把今天的考卷发下去吧。竟然是英文考题，还好我这3个月有个不外语。二叔没骗我，果然是英文考。我早就把题目和最佳答案都背下来了。顾清远，我看你怎么赢。爷爷，我考完了。我还没写到一半，他就已经写完了。这么快就写完了，爸，我就知道小妍一定是最优秀的。这就是差别吗？虽然我这3个月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是还是比不上从小就接受精英教育的顾言。顾清月，顾言都已经答完试题了，你这一半还没有写完，你还是趁早放弃，免得浪费大家的时间。清月，别理他，记住我跟你说的话。清月，你还继续吗？继续？为什么不继续？小野，你家小姑娘心态还挺好啊。闭嘴，别说话。爷爷，姐姐的考卷答得怎么样啊？不错。那小妍的呢？顾清月都能答得不错，小妍肯定是非常完美啊。子旭，你看看啊，谁更有资格做故事的继承人？已经很明显了吧？啊？的确是一目了然。小妍，我的好女儿，你这么多年的梦想终于就要实现了。那我就直接宣布结果了。我宣布，故事的继承人是顾清月。什么？我？爸，你是不是说错了？按考试结果来说，那继承人的人选应该是小妍才对。是啊，爷爷，顾清月的考核结果肯定不如我呀。不，我没有说错。你怎么就那么确定顾清月考核不如你呢？因为我早就知道题目和答案了，顾清月怎么可能考得比我好？你的答案和考题毫无关系，你还有脸说你的考核比清月好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了，小妍？你是不是做题的时候太紧张，看错题目了？子旭你，他不是没有看清题目，他是压根就没有看题目。顾言，我的题目都已经更新过了，怎么你写出的答案还是我之前废掉的题目？肖子旭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顾言自作聪明，想靠偷题作弊去赢得比试，结果弄巧成拙了。顾言，是这样吗？
小长爷，看这情况，你二叔竟然给顾言挖了一次坑啊！我二叔向来随心所欲，想一出是一出。或许从一开始，他就想耍顾言。那就是说，他没有想过继承萧氏的位置。现在看来，应该是这样的。你二叔真是个神人啊！小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是我让他这么做。爷爷，顾言，今天的考核原本是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你以为你的考核内容跟清月一样吗？你也太天真了。顾言，你找我的第一天，我就已把情况跟顾叔说了。这些天我应付你，不过都是逢场作戏，否则你真的以为自己魅力无边，一边可以利用我拿好处，一边一点代价。所以，这一切都是你们早就设计好的。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顾言，倘若你只是利用子旭获得考核机会，之后你又凭你的实力考核来证明自己，我还会高看你一眼，也不介意让你留在顾氏。可惜呀，你不光顾胆浅，亲手毁掉了你这次的机会。爷爷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明明我只是从小在你身边长大的孙女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？不公平！清月接受商力管理不过3个月，就敢答应同你同场比试，清月都没说不公平，你是哪来的脸说不公平呢？顾言，顾家锦衣一时的养了你20年，你却连跟顾清月正面较量的勇气都没有，只想靠走捷径去谋取利益。如果真的让你继承顾家，那才真是把顾家推向万丈深渊。比起你，清月从不畏惧挑战，在你提前交卷的前提下，顶住压力完成考核，他才不愧是顾家的血脉，是一个真正的有勇有谋的继承人。我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别装了，想笑你就笑出来了。顾言，你现在就滚出顾家，这一次是真正的不准再踏入顾家一步。爷爷，你不能这么对我呀，爷爷！妈，你快去帮我求求情，我不能被赶出顾家呀！妈，顾言，从小到大，我在你身上花费了多少心血，自以为培养出的是一个名媛千金，可没想到，竟是培养出了你这个彻头彻尾的蠢货！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？你明明是最爱护我的呀！我爱护你，之前真是瞎了眼，把你这个赝品当做宝贝。妈，别喊我妈，我给了你最好的一切，你却自作聪明，自毁前程。先是算计顾清月，丢了继承权，又跟顾北辰退婚，丢了倚仗，还在考试的时候作弊，彻底失去了价值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。事不过三，已经没有机会了。我赵锦活了大半辈子，还没有这么丢人过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之间再无关系。你还是回乡下去找你的亲生父母吧。
赵景这个人还真是虚荣脸面，重于一切。清月，之前是妈太过偏心，没有发现你的优秀，你原谅妈妈好不好？赵景，你给顾言的是他一错再错时的不断原谅，而你给我的是在最艰难时的落井下石。你给过他多少次机会，就给过我多少次伤害。这辈子，我们的母女情分注定是无缘了。清月，我的女儿。爷爷，我有些累了，想回去睡觉。回去吧，好好休息啊。顾爷爷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哎，小野，我为了你的未婚妻陪着顾言演了那么大一出戏，难道不该邀请我到家里坐坐吗？行啊，一起走呗。二叔，二叔，今天的事情真是谢谢你，我没想到你和顾言牵扯在一起，竟然是为了揭穿他的真面目。那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两家话呀？再说了，小野都嘱托我帮忙，我哪可能不帮啊？二叔，肖少爷，二叔和顾言逢场作戏的事情早就知道，而且还是你指使的。不是我，不是你，怎么不是你？这种事有什么可瞒的呀？要不是你开口，我压根儿不可能去管顾家那帮闲事儿，我连在萧家自己的事都懒得管呢。别说了。没有人欠我800万，不过有人似乎忘了，他欠我萧氏的继承权还有萧氏的金钥匙没还。这怎么能是我欠你呢？咱们俩的协议还没完成，我还没有进行继承人考核，哪有提前清算的道理？是吧？你还记得继承权考核呢？萧少爷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反复无常？之前跟我说让我好好放松放松的是你，现在又开始在这阴阳怪气。你放松的方式就是对追求者来者不拒。我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？我二叔那边有动作了，我的人打听到，他过2天要和顾言一起去拜访顾老爷子。你最近先别应付崭星和陆北辰了，眼下当务之急是先把继承权搞透。所以，萧少爷，你之前和我说我们2个人继承权很有可能被夺，让我全力应对这件事情，不要浪费时间，不要和崭星、陆北辰接触，全是在骗我。你们2个怎么怪怪的呀？清月，我不告诉你真相，是想让你好好学习。可是你明明知道，就算你什么都不说，我也会好好学习。我每天出去放松心情，都是在完成当天进程之后才进行的。等等，你让我捋一捋啊！不是你们现在的情况是，萧少爷没告诉你我是站在你们这边的，然后他还以此为借口不让你接触其他人。没错。不是你干嘛兜这么大个圈子啊？你不想他接触其他男人，你直接说不就得了吗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，萧少爷？之前说我的病需要解压放松人是你，后面用继承权对我施压的人还是你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我什么时候给你施压了？我跟你说的很清楚，就算你没有通过考核，我们还是会有其他的办法，你不要紧张。所以你就把我耍得团团转，很好玩吗？萧少爷，你明明说过这个世界上你可以娶任何人，却唯独不能跟我在一起，那么现在又为什么要做这种让人误会的事？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是订了婚的未婚夫妻，你们以后要过一辈子的呀，就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呢？二叔，你误会了，我和萧少爷不可能过完这一辈子。
萧少爷，你自由了。顾言已经出局，我也完全得到了爷爷的认可，你也可以顺利继承萧氏，我们的婚姻可以取消了。臭小子，怎么回事？就像你看到的这样，二叔，我们彼此订婚，只是为了继承彼此的公司。不是，你们订婚是真是假没关系，你假戏真做就可以了呀。萧少爷，你可别跟我说你不喜欢顾清月啊！我不可能喜欢她。不喜欢？你如果不喜欢，你就不可能折腾那么多事儿啊！你还大费周章的请我出手去接顾言的底儿，为了什么呀？不就是为了让顾老爷子彻底对顾言失望，好去巩固小清月的地位吗？我不可能跟他在一起啊！为什么？你们是最名正言顺的未婚夫妻，而且我看得出来，那顾清月对你是有感觉的。二叔，我是不可能跟他在一起。如果我跟他在一起的话，我奶奶这一辈子算怎么回事？你奶奶？没错，因为顾老太太的存在，我奶奶守了我爷爷一辈子，没有得到她半点爱护。我要是娶了顾老太太的后代，我怎么对得起我奶奶？不是，那个，你等等啊，你奶奶临终前的那个日记，你没有看过吗？什么日记？就是，哎呀，反正我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。反正你就知道，你爷爷他不记恨你奶奶就已经不错了，你还希望他爱护你奶奶。你在说什么？哎呀，怎么说呢？就是在老一辈的恩怨纠葛里，顾老太太一直都是最无辜的那一个。什么恩怨纠葛，什么爱恨情仇，你说清楚啊！坐。哎呀，这事儿都怪我。我看你跟小清月相处的不错，我就以为老一辈的事情你都知道了，所以就没跟你深聊。谁知道这件事情在你心里那么大一截呀？那个管家，先生，你现在立刻去我的住处，把我妈遗像后面那个日记本给我拿过来。是。是时候该离开了。现在这样的结果就是最好的，我和他都能顺利继承公司，各自过好各自的生活。反正注定是不能在一起的。顾清月，你好不容易才得到现在的一切，你要开心，不许难过，知不知道？我也不跟你多说了，一会儿日记本拿过来，你看了以后，什么都知道了。小清月，你这是？小少爷，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，我回家了，拜拜。等等，还有什么事吗？你再住一晚，明晚再走。不用了。哎，等等，小清月，你听我说，那个给二叔个面子，多留一晚，就一晚。这，你现在回去，等你到了顾家，天都黑了。你说要是被顾老爷子看见了，你也不好回他，不是？你就听二叔的，多住一晚。你这个事儿也不着急那么一时半会儿的呀。说起来，你跟小姐的事儿其实也怪我，老一辈有些恩怨纠葛呢，我也没跟他说清楚，这里面存在非常非常大的误会啊！你再多留一晚，我一定给你个交代，好不好？那行吧，我再多待一晚。先生，少爷，老太太日记本取回来了。行，先下去。
你自己看吧。不知不觉，我已年迈。回望一生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，就是年轻时过于任性，仗着自己家世优越，不顾老萧已心有所爱，故意用药放倒了他，强行把他变成了我的丈夫。关于萧爷爷和顾奶奶，其实圈内也一直有些传言的。据说当年萧爷爷和顾奶奶是被迫才分开的，顾奶奶并没有做错什么，是你奶奶仗了娘家的势才嫁给你爷爷。原来那些传言都是真的。爷爷和奶奶结婚是奶奶强迫的。当年老爷子和顾老太太两情相悦，都已经订婚了。要不是你奶奶横插一脚，算计老爷子，他们两个才开始一对。当年事情发生以后，老爷子自觉对不住顾老太太，认了命，对你奶奶负了责，而顾老太太也没有再去纠缠，很快就嫁给了顾老爷子，两个人就此错过一生，再也没有多说过一句话。这件事儿从来没有人详细跟我说过。你自己往下看吧。年轻时我气性太大，总觉得不服气，认为自己有一生的时间可以征服老萧，但一生真的走到尽头，我看着他眼里的疏离，终于意识到我错得离谱。所以爷爷没有对不起奶奶，相反是奶奶对不起爷爷和顾老太太。是啊。顾太太去世那天，老萧什么也没说，独坐了一整夜。那时候我就想啊，我该怎么弥补他这一生的遗憾。天亮了，我对老萧说，让昭爷娶顾家的孙女儿吧。我和清月的婚约是奶奶提议的。听到我的提议，我看到老萧这个刚强一辈子的人，第一次在我面前红了眼。他说谢谢我。回到房间，我看着跟老萧一个模子刻出来般的昭爷，终于忍不住痛哭出声。昭爷很孝顺，他问我是不是爷爷又欺负你了，我一阵心痛。我该怎么告诉他，是我欺负了老萧和顾太太一辈子？面对昭爷满脸的关切，我实在无法对着他说出实情。原来奶奶当年的眼泪不是我理解的那个样子。我亲爱的孙子，在你眼里，奶奶从来都是个善良的人。原谅我，不愿在生前戳破真相。所有的一切，就等我离世后，由你二叔来亲口告诉你吧。二叔，奶奶交代过让你告诉我真相。那个时候啊，你奶奶刚刚离世，我呢也是非常的悲痛，所以没有顾上，就出门散心去了。你散完心回来就把这些全忘了？对不住，这件事是二叔对不起你。莫小野，你现在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也不晚啊。哎，你看，小清月我都给你留下来了，那上一代留下的遗憾，那完全有可能在你们这一代圆梦啊。你看，你要不要上去敲敲门，向小清月表白表白心迹，把话说开？现在都这么晚了，他肯定睡了，我还是明天再跟他说吧。行，那你呢，就自己看着办吧。反正他明天就要走了，留给你的时间也不多了。你呢，千万别错过他。一只羊，两只羊，三只羊，四……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就睡不着啊？烦死了！算了，
睡走走吧。我去，萧少爷怎么在我门口？又梦游了。他以为我梦游了。既然他误会了，那不如我们先不解释，看看他接下来想干什么。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想趁我梦游占我便宜？怎么又梦游了？是因为我给你压力了吗？对不起，清月，我以为我很注意了，我以为我没有给你压力。对不起，我瞒着我二叔的事没有跟你说，是因为我不想让你和展星还有陆北辰走得太近。对不起，我一直没有勇气承认，我害怕你和我的婚约解除以后，你会和别人联姻。我也一直不敢承认，其实从我见到你的第一面起，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。萧昭野，喜欢我？都怪我二叔没有早点跟我说，害得我一直误会我爷爷和我奶奶。我一直不敢喜欢你，就是怕辜负我奶奶。直到今晚我才知道，原来你和我的婚约是我奶奶定的，不怪我二叔。如果我二叔提前跟我说的话，见你的第一面起，我一定会主动去追你的。什么？我和萧昭野的婚约是萧昭野奶奶定下的？那也就是说，他现在后悔了，想跟我在一起了。也就是因为你现在在梦游，我才敢跟你说这些。真的不知道明天你醒了以后，我该怎么跟你道歉，取得你的原谅。清月，我还有机会吗？你对我一见钟情？你没梦游？是的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睡觉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我只是想听听你到底要说什么，但是我没想到你竟然会哭。拜托，我这么委屈我都没哭，你哭什么？没有，我才没有哭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没有，是我眼花。等等，清月，既然你都已经听见了，怎么？那你还能给我机会吗？看你表现了。我一定好好表现。